台灣花了400多億購買的 M1A2 已經全部到貨，但有人批評說 M1A2 是閹割版。中東核俄烏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這筆錢不如全部拿去買無人機。就這個問題，軍務圈吵得不可開交。火力軍認為無人機當然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因此而全盤否定 M1A2，實屬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無論怎樣，這頭重達60多噸、頂着地表最強戰車光環的陸戰巨獸，終於實打實地踏上了台灣的土地。今天，火力軍就帶大家一起看看全球最強的主力戰車，對於台灣而言，究竟是中流砥柱，還是令人無奈的鐵棺材？在討論這批戰車到底實戰如何前，我們得先理清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台灣這次砸重金到底買了什麼規格的裝備？關於這輛戰車的分歧也是從這裡開始的。在軍務圈裡，有些人看戰車規格，就像在看智慧型手機的跑分一樣，非要全滿配才肯罷休。我們先來看看反對方最尖銳的質疑，他們的焦點死死咬在裝甲材質與火炮穿透力上。他们指出，受限於美國的出口管制法案，這批專屬台灣的 M1A2T 型號中的 T 代表台灣，並沒有配備美軍自己用那套機密級別的平油裝甲，也沒有配發穿透力驚人的平油印穩妥穿甲彈。平油是什麼？簡單來說，油這種高密度的重金屬，硬度高得離譜，美軍把它做成裝甲，就是一面刀槍不入的絕世好盾。把它做成炮彈，在擊中敵方戰車時，不僅能像熱刀切奶油一樣穿透鋼板，還會產生高溫自燃效應，直接把戰車變成烤箱。但問題是，平油材料存在放射性污染的疑慮和後續環境清理的麻煩。美國國會是把它當成絕對不外流的壓箱底機密，所以美軍出口的戰車從來不給平油套件，台灣當然也不例外。而取而代之的是美方提供的碳化物穿甲彈，以及外銷版的特制复合裝甲。基於這個物理事實，反對方認為這筆經濟賬非常不划算。他們主張台灣花着頂規裝備的錢，最後卻買到了一批在抗打擊能力上有所妥協的外銷降級版。如果單純從裝甲厚度和硬碰硬的參數來看，這批戰車並沒有達到美軍自用的水平，在面對最新型反裝甲飛彈時，生存力要打上一個問號。但支持方的看法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如果把現代戰車對決當成2個穿着重甲的骑士在場中央互砍，比誰的盔甲厚，那是二戰時期的落後思維。M1A2T 真正的價值不在於外部那幾塊鋼板，而在於它內部那套堪稱全配的射控中樞與數位化感測系統。就算沒有平油裝甲，這批 M1A2T 依然配備了美軍現役最新型的射控系統，以及最重要的核心套件——車長獨立熱像儀。這個多出來的光學鏡頭使得 M1A2 和傳統的戰車相比，儘管造型一樣，但卻是橫跨時代的產物。在過去，車長和炮手往往要共用一個瞄準視野，炮手在瞄準目標時，車長只能跟着干擋。但有了 CITV，M1A2T 就具備了现代戰車最致命的獵姦能力。大家可以把這個功能想象成一家效率極高的速食店來速，炮手正全神貫注地瞄準摧毀 A 目標，同一時間，車長不需要等炮手打完，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獨立熱像儀，在炮塔上方的鏡頭360度旋轉，在夜色或濃霧中繼續搜索下一個獵物 B。一旦車長鎖定目標 B， 只要按下一個按鈕，炮塔就會在摧毀 A 目標的瞬間自動轉向鎖定 B 目標，直接交接給炮手開火。整個流程行雲流水，沒有任何鎖敵的空窗期。除了這套變態的射控， M1A2T 還內建了能夠與友軍及時共享戰場情報的先進資料鏈。友軍直升機或步兵看到的敵軍坐標會直接同步顯示在 M1A2T 車內的戰術熒幕上。支持方強調，在現代裝甲作戰的準則裡，防得住固然重要，但決定生死的唯一金科玉律是先敵發現，先敵開火。M1A2T 不是一個只會盲目衝鋒的重甲戰士，它是一個帶着高機械視鏡，能夠自動計算風速和彈道的冷血狙擊手。當你能在遠距離第一時間標定敵方裝甲車的位置，在對方連你的影子都沒看到時，就直接打出一發精準的120公里滑膛炮，被一發碳化物穿甲彈直接命中，對方依然得當場報銷。這種在資訊與鎖定能力上的絕對先手優勢，足以彌補裝甲材質上的細微差異。台灣版的 M1A2 雖然是外銷版的，但實際戰力是毋庸置疑的強。不過那些反對 M1A2 的，從來不是否認戰車是否強大，而是說台灣目前配不上 M1A2。整個銳界專案共計花費了405.24億新台幣，真到了戰場上，不如買40億的無人機。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隔壁和台灣地形相似的日本做出了和台灣相反的舉動，但是日本真的能作為參考案例嗎？大家先来看看日本陸上自衛隊是怎麼造戰車的。日本的地形和台灣很相似，都是島嶼多山地，
為了適應多橋梁以及狹窄的城鎮街道，專門研發了新一代的110式戰車。日本工程師在設計這輛戰車時，把減重當成了最高指導原則。110式戰車的標準重量被嚴格控制在了44噸左右，比 M12T 足足輕了20多噸。因為日本防衛省算過一筆賬，如果戰車重量超過50噸，日本國內有超過一半的公路橋梁會因為承重上限而無法通行。回過頭來看台灣北部的地理環境跟日本非常相似，到處都是河川、高架橋梁，而且西海岸的滩岸地形多半鬆軟。把一輛接近70噸的 M12T 放在這種環境裡，上橋怕塌，進巷怕弄牆，上沙灘怕陷。一旦失去了機動能力，這輛造價昂貴的頂級戰車就會淪為一個待在原地的固定炮台，徹底失去戰術彈性。火力軍在之前的很多視頻中也說過這個觀點。在台灣這種地形複雜的島嶼上， M12 一旦用不好就是擺設，實際效果真不如花1/10的錢去買無人機。但一旦找對使用方法，這輛地表最強戰車就會發揮出它該有的作用。而台灣是否找到了呢？我們先往下看。雖然說台灣和日本的地形相似，但二者還是有区別的。對於日本而言，他們的腹地大，可以利用輕型戰車的高機動性，跟登陸的敵軍打大範圍的机動游擊。但台灣的防衛圈退無可退，一旦面臨兩棲艦隊逼近，台灣裝甲部隊面對的是重型2棲突擊車和正規裝甲武力的直接衝擊。在灘頭到城鎮外圍這短短10幾公里的距離內，防守方必須在幾個關鍵的交通節點和核心設施上死死盯住，半步都不能退。在這個位置，如果你派出一輛像日本110式那樣為了減重而削減裝甲厚度的輕型戰車，或者是輪型装甲車，面對敵軍大口徑主炮的直射，那層薄薄的裝甲瞬間就會被貫穿。跑得再快，只要在關鍵陣地上擋不住敵人的第一波重火力，防線一旦被撕開，後續的機動撤退就完全失去意義了。所以台灣必須犧牲一部分機動性，去換取絕對的生存率和120公里主炮的重火力壓制。而台灣顯然是找對了使用方法，就在前段時間的演習，證明軍方並沒有被美國貨大火力地表最強的標籤沖昏頭腦。他們清醒地認識到 M12 的優缺點在哪兒，並採取相應的測試。這場演習可以說是軍方用實際行動直接印證了我們前面提到的防守關鍵節點戰術。在那場演習中，由584旅 M12T 戰車營出動2個排，共6輛戰車直接駛出營區。他們沒有依靠重型拖車，而是直接開上一般的柏油公路，跨越了沿途的白地橋與舊港大橋，進行了一場長達22公里的履帶長距離機動。而他們最終的目的地不是空曠的灘頭，而是直接開進了新竹空軍基地，模擬夺回被特種部隊或空降兵佔領的重要軍事設施。軍方在驗證什麼？他們在實地驗證這條22公里路線上的橋梁到底能不能承受這頭巨獸的重量，驗證公路機動的可靠性，驗證指揮系統能不能在跨區移動中保持協同，驗證重裝甲部隊能不能在最短時間內快速投入到關鍵核心設施的防衛戰中。同時，我們也要看看他們沒有驗證什麼。他们没有把这批最昂貴的戰車直接開進西海岸鬆軟的沙灘上去吃沙子，也沒有讓他們去衝鋒陷陣搞2棲反登陸。這說明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台灣軍方自己也非常清楚 M12T 最佳實戰用途到底在哪裡。它不需要全島跑透去打游擊，它是一根用來死守核心防區、硬扛致命打擊的重裝定海神針。不過，反對購買 M12 的人是不是誇大其詞呢？在這個無人機滿天飛、一枚幾千塊美金的 FPV 穿越機就能摧毀一輛1000萬戰車的時代，花費巨資去購買這種傳統的重型裝甲武器，是不是已經過時了？既然解決了地形與重量的爭議，我們把視角拉高，看看最近幾年全球爆發的幾場區域衝突。這些實戰畫面可以說給所有的傳統裝甲兵上了一堂震撼教育。在各大軍事論壇和新聞媒體上，大家每天看到最多的畫面是什麼？是一架造價只要幾千塊美金的巡飛彈從天而降，精準命中戰車最脆弱的頂部裝甲。一輛造價上千萬美金的主戰戰車瞬間被打成火球。這讓很多軍迷開始產生了一個疑問：在這個無人機滿天飛的時代，主戰戰車是不是已經過時了？甚至更激進一些，他們乾脆別買昂貴的重型戰車了，把這筆龐大的預算全部拿去買幾萬架無人機，或者是成千上萬套標槍跟托式反裝甲飛彈，全力發展不對稱戰力，不是更好嗎？火力軍今天要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這種非黑即白買戰車就不買無人機的想法，在真實戰場邏輯裡是一個非常致命的誤區。把戰車跟無人機放在對立面，完全搞錯了現代戰爭的本質。這兩者根本不是誰替代誰的單選題，而是缺一不可的完美互補。我們先看只靠不對稱武器行不行？無人機跟單兵反裝甲飛彈確實便宜靈活，但他們有一個戰術死穴，完全缺乏持續的戰場壓制力與陣地奪空能力。大家試想一個真實的防衛場景，
當對方的重型2棲突擊車成功衝上灘頭，向內陸城鎮推進時，你當然可以派步兵去發射標槍飛彈，或者操作無人機去炸。但問題是，這些輕裝步兵打完飛彈之後呢，他們必須馬上撤退，因為他們沒有任何裝甲防護。一旦發現飛彈發射的軌跡，呼叫後方的火炮覆蓋，或者派出步兵戰車進行大口徑機炮掃射，這些單靠輕步兵組成的防線瞬間就會崩潰。無人機和單兵飛彈可以用來騷擾和消耗，但他們永遠無法守住一個現實上的陣地。這時候 M12T 的不可替代性就顯現出來了，它絕對不是什麼過时的鐵棺材，它是整個地面防衛作戰的核心骨幹。在防線的最前沿，你必須有一支能夠承受敵方猛烈炮火，並且能用120公里滑膛炮進行持續直射壓制的装甲武力。M12T 和無人機是配合作戰的關係。M12T 的作用就像一塊坚不可摧的砧板，它頂在最前面，撐住戰線，吸引並承受装甲部隊的絕对主力。而那些拿着单兵飛彈的步兵和操作無人機的特戰小組，則是锋利的尖锋，甚至這些廉價的無人機能充當 M12T 的前沿斥候。無人機飞在前面，把藏在建築後方或樹林裡的敵軍坐標找出來，回傳給戰車，讓戰車在安全的距離外直接開炮點名。只有在 M12T 這根重裝支柱穩穩扛住正面壓力時，那些輕量化的不对称武器才能依托陣地和裝甲車的掩護，在側翼發揮出最大的獵殺效能。如果沒有重裝甲部隊在正面撐住戰線，再多便宜的無人機和單兵飛彈也擋不住敵軍裝甲洪流的正面平推。弄懂了戰車與無人機共存共榮的建軍邏輯，我們其實已經很清楚這批陸戰巨獸的真實定位了。這108輛 M12T 既然已經部署到位，成為台灣作戰序列中的一員，那麼它的部署和作用都有什麼呢？既然我們已經弄懂了戰車與無人機在現代戰爭中缺一不可的互補邏輯，那麼當警報真正拉響時，軍方到底為這108輛 M12T 寫好了什麼樣的實戰劇本？首先，台灣並沒有打算把這些昂貴的戰車分散投資，分散到全島各地去當到處救火的游擊隊。相反的，他們的部署逻輯非常集中且具有針对性。根據目前的编制，這批陸戰巨獸全數集中在裝甲584旅和機步269旅等核心單位，把全台灣裝甲最後、火力最強的戰車全部壓在北部，扼守林口台地、協防新竹等重要軍事設施，死死拱衛北部的政經核心區。M12T 被擺在這個位置，就是要在這些必經的咽喉要道上充當那扇敵人絕對踢不開的鐵門。而且在這個劇本裡， M12T 絕對不是孤軍奮戰。台灣引進這批戰車，其實是補齊了美軍建軍理念中一塊缺失已久的戰術拼圖。台灣多年前早就成軍的 H-64E 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終於在地面上等到了它最強悍的重裝搭檔。加上我們前面提到的無人機群，一套完整的陸空聯合作戰火網正式成型。在地面上 M12T 進入預設的戰車掩體，依靠先進的熱像儀和數位化射控系統，那門120公里滑膛炮在幾公里外實施平推直射。空中的阿帕奇負責從上往下攻擊，地面的 M12T 負責在水面上用动能彈進行直射，無人機負責充當不間斷的偵搜斥候。這三者透過先进的戰場資料鏈及時共享，編織出了一道毫無死角的交叉火網。這就是作戰中最經典的立體陣地戰。單靠那些只攜帶輕兵器的步兵和便宜的巡飛彈，是絕對打不出這種具有絕对壓制力的戰線阻擊效能的。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這場關於108輛戰車的路線的辯論。其實，現代戰爭的殘酷現實告訴我們，軍備從來不是一道簡單的單選題。這世界上沒有絕对無敵的武器，也沒有永遠不過時的載台。一輛造價高昂的主戰戰車，它確實會在橋梁上受到重量的限制，也確實面臨着空中的致命威脅。但只要把它放对戰術節點，配合上完整的防空掩護與無人機偵搜網絡，它依然是防衛作戰中用來守住關鍵陣地無可取代的定海神針。好了，關於 M12T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如果你是台灣的指揮官，你會怎麼布置這108輛 M12T？ 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